李道酒后冒犯了公主，被发配至边塞死囚野外，结果他意外觉醒了杀敌报属性系统，从此杀人便可无限变强。至此，大钱少了一个纨绔伯爵，多了一个屠戮无数的人血。终于，1分钟过后，老鼠停止了变化。此时的老鼠和最初的老鼠相比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体型大了一圈，看起来更加强壮，利爪和他口中的牙齿也变得锋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看到老鼠眼里竟然出现了一抹灵慧的眼神。这种眼神大多出现在一些高智商动物身上，类似于猫狗一类，但老鼠不在此列，但现在出现了。当然，最可怕的还是那种莫名的亲近感。老鼠突然叫了几声，爬到李道的手边，乖巧地趴了下来。李道心中一动，下意识念道：“站起来！”老鼠竟然乖乖地站了起来。打滚！老鼠在石桌上翻滚一圈，站直了。老鼠又站起来，2只小爪子放得端正。李道突发奇想，飞一个。老鼠呆了一下，然后又给了李道一个人性化的眼神，似乎在说：“大哥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是老鼠，没有翅膀，你这是在难为我。”李道有些失望地说道：“人家舒克都会开飞机，你这不行啊。”李道将老鼠重新抓在手上，仔细地看了看，难不成这普通血液经过蜕变后直接变成宝血？李道想到了唐长老，他这血貌似有着和唐长老的肉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最终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，那就是他的现如今的血液的确可以称之为宝血。目前宝血能够让普通的生物发生变异，具体上限不知，不过目前对老鼠这一类有用。同时吞掉它宝血的生物还会天然的对它产生亲近感，一定程度上会听它的命令。李道用同样的方式割开手指，将血液挤出，一股异香很快就在空气中散发出来。嗅到宝血的异香，小老鼠眼睛瞬间一亮，呲呲。这一次小老鼠并没有无脑的扑过来，而是选择站在石桌上，目光渴求地看向宝血的主人。李道看到这一幕不由一愣，看样子宝血对这只老鼠的智慧开发比身体变化更加明显。他将老鼠拿起，让宝血滴入老鼠嘴中。老鼠闭上嘴后，突然在石桌上蹒跚地走动起来。不久，它的身体开始出现变化，脱落的爪子、牙齿和毛发开始重新生长，最终变成了巴掌大小的模样，更像是一只花枝鼠。这次李道明显发现小老鼠眼睛里的灵慧更加明显了。他将小老鼠放在桌子上，他温顺地蹭着李道的手指，仿佛表达着感激之情。第二天清晨，九儿被小老鼠吓醒，但李道和小老鼠的互动却使他感到惊讶。最终，他愿意接受这只小老鼠作为宠物。李道与九儿讨论小老鼠的名字，九儿提议元宝，因为元宝人人都爱。李道独自来到后院，找到了自己从安远伯府中带来的箱子，里面装着那件他熟悉的武器龙纹戟。然而李道的兴趣却被一旁的无双戟法吸引。小时候他未曾有机会练习这本家传的绝学，但现在他有了闲暇时间，决定好好研习一番。坐在马车上，李道仔细阅读着无双戟法的秘籍。相较于他之前学过的狂风刀法，这本戟法更为复杂深奥。狂风刀法就如同小学课本般简单易学，而无双戟法则像是高中的数学题，需要耗费更多的心思和时间。这门戟法强调力量与技巧的结合，对于凡人来说，单要入门就已经十分困难，而要练成此法，更是需要天赋、力量和智慧的完美结合。李道虽然不是天生神力者，但他拥有强大的体魄和惊人的记忆力，这使得他对这门戟法的修炼有了一定的优势。在阅读过程中，李道的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了一个小人形象，手持重戟，演练着无双戟法中的动作。他闭上眼睛，开始冥想，跟随着脑海中的小人不断地模拟挥舞重戟的动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道的动作变得越来越熟练，龙纹戟在他手中舞动起来，每一次挥动都仿佛带着风暴般的威力。龙纹戟的尖端划过地面，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迹，显示出他已经掌握了戟法的精髓。突然，李道睁开了眼睛，意识到自己已经修炼出了罡气，这代表着他的无双戟法已经达到了小成的境界。他对自己的武技天赋再次感到惊讶，他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这门深奥的武学。尽管李道心中充满了喜悦，但他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要将无双戟法炼至大成，需要更多的实战经验和不断的磨练。于是他将龙纹戟收起，决定等到合适的时机再继续修炼。放下无双戟法，李道的目光转向了箱子中剩下的2本秘籍。李道摇摇晃晃地回到马车里，手中捧着浮屠兵法，心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。这不是一般的兵法秘籍，而是李家世代相传的独门绝技。他瞥了几眼书页，眉头微微一皱，这兵法的要求实在太苛刻了。8尺身高，健硕体魄，这还只是入门条件，想要修炼成铁浮屠，还需经历更加严苛的训练。这不禁让李道想起了父亲曾提及的关于铁浮屠的传说。据说李家老祖带领的铁浮屠在当年的战场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，甚至有人说，若非李家后继无人，李家早已封侯拜相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一绝技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渐渐湮灭在历史长河中。然而如今浮屠兵法重新呈现在他面前，让他心中不由得升起了莫名的激动。
他沉浸在兵法中，尽管其中许多术语和概念对他来说陌生而复杂，但他却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，仿佛这门兵法与他的命运息息相关。十几分钟后，他将整本兵法牢牢地记在脑海中，尽管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未来的期待。在桃源村，李道和九停留了10天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李道帮助着桃源村的女人们一同完成了埋葬村民的任务。随后，李道告别了村民，留下了一份礼物，3本书。这份礼物代表着他对他们未来的祝福和期望。刘秀接受了这份礼物，并表示要努力变得更强。在磅礴的大前王朝中，帝都中州周围被6州环绕，其中云州位于北疆，是与北蛮部落接壤的边境之地。3天的旅途后，李道与他的随从九终于来到了云启城。云启城名如其意，是云州的门户，也是一片繁荣之地，更是李道踏上征途的起点。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守门士兵的注意。在常规的身份审查过程中，李道表达了加入军队的意愿，这让守门士兵感到意外。在云州，想要成为士兵并不是一件难事，但李道的选择却是出于对北蛮的不满，以及个人对荣誉和家族责任的追求。这让守门士兵对他刮目相看，并告知他即将举行的征兵，这不是普通的征兵，而是为了选拔镇北后沈仲手下的精兵。镇北后沈仲是整个云州乃至大前王朝中的英雄人物，他的军队不仅战功赫赫，待遇和荣誉也是无人能及。对李道来说，这正是他展示自己、为家族赢回荣耀的绝佳机会。进入云启城后，李道和九被这里的繁华所震撼。云启城不仅是云州的商业中心，还是前往北疆重要的军事要道扶风关的门户。这里聚集了来自大前各地的商人和货物，形成了一片繁荣的景象。对于刚从边境小镇来到这样的大城市的九来说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兴奋。然而，九心中有着不安。当他询问自己在李道参军后的去向时，李道安慰他，表示不会抛弃他。李道首先安置了九在客栈，然后将一些物品送入当铺换取银两。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，他们已经安顿好了一切。来到一处住宅外，小二热情地招呼着，表示这是符合他们要求的房子。李道略过外观，对生活环境的安全性提出了疑问。小二信心满满地解释道，云启城的安全性比皇城要差，但这个区域却是最安全的，因为大多数居民家里有人在镇远后当兵，形成了一种团结的氛围。这个地方类似于前世的军属大院，于是决定选择这处住所。不久后，办理手续完成，他们正式入住了这间房子。九儿被带到新家门前，李道宣布这里是他们的新家。九儿充满好奇地打量着房子，内心感到期待。李道安排九儿进去查看，同时表示如果需要什么就告诉他。九儿自信地说他能处理好一切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九儿展现了出色的管家能力，安排了整个房子的布置。李道也带着他拜访了街坊邻居，逐渐融入了这个新环境。3天后，李道告别九儿，前往城北招兵处。在招兵处排队登记时，李道引起了记录员的注意。经过简单的手续，他进入了军营。在军官的带领下，他和其他参加考核的人走向营帐。在门前的牌子上写着要字，军官让他们检查是否有身体缺陷，然后进入营帐等待考核。李道嗅着空气中淡淡的药香味，再看了一眼军营大门上挂着的牌匾，最后结合着军官的话，心里已经明白来这里是参加军队的体检。他没想到在古代当兵还需要进行如此详细的体检，但这种程序对他并不陌生。他下意识地夹紧了自己的臀大肌，准备应对可能的检查。不久后，众人听见营帐内传来动静，一群和他们相似打扮的人走了出来，正好50个，看起来都是前来参军的。李道扫视了一眼，心中松了口气，这50人似乎都很正常，没有特殊情况。在军官的指挥下，李道一行人进入了营帐，里面散发着浓郁的药香味。一位身穿军甲的白发白胡子老人坐在一张毯子上，面前摆着一张桌子。军官恭敬地向老人示意，老人便开始逐个检查参军人员的身体情况。在队伍中轮到的人面色各异，有人欣喜，有人紧张。而当郑老检查到每个人时，都会说出一些身体状况。郑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医，也是位精通中医的老者。他的手法不仅限于简单的号脉，还能通过观察来判断一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状态。然而，当他的手指触及李道的脉搏时，被李道的脉象所震惊。李道的气血强劲，犹如翻腾的洪水，远超常人，甚至让郑老感到惊讶。他的手指几乎无法稳定的按压。众人纷纷对李道产生了兴趣和好奇，尤其是军官对他格外留意。随后，一行人来到了广场，准备进行最后一项考核——体质检测。军官提醒他们，体质对于在战场上生存至关重要，因此这是必须经过的一关。在军官的引导下，李道一行人迅速来到一处擂台前。擂台上摆放着多个大小不一的石锁，似乎是用来测试力量的工具。中间有2名军官，一位文质彬彬，拿着书卷和毛笔记录成绩，另一位高大威猛，负责保护举重者免受伤害。带队的军官与记录员交谈后，带队军官对众人说完话后离开擂台，留下一群自信满满的士兵。他们兴致勃勃地聚集在擂台边，观察着正在进行的测试。一个壮实的士兵站在擂台上，拼命抬起一个石锁，汗水滴落，青筋暴露。旁边的保护军官警惕地注视着，随时准备出手相助。
士兵成功举起石锁，得到记录员的确认后松了口气。然而，台下众人却在鼓动着他继续挑战，以争取更好的成绩和待遇。受到鼓励，士兵挑战了更重的石锁，却在举起来时失误摔倒。幸运的是，保护军官及时出手相助，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。接着，一个壮硕的士兵成功举起了更重的石锁，引来一阵欢呼。然而，面对更重的挑战，他却选择放弃，不愿冒险。随着其他士兵陆续上场，情况并不乐观。李道所在的队伍表现平平，引来带队军官的不满。最后轮到李道上场，他不停走向更重的石锁，引起了众人的疑惑和不解。在第5个石锁前，连保护军官都忍不住警告他，但他仍执意挑战。你要挑战这个石锁？保护军官忍不住开口。李道一笑，没有多言，径直走向第5个石弹。众人顿时明白了他的意图，挑战第5个石弹，这在测试中是前所未闻的事情，从未有人尝试过，他们都兴致勃勃地等着看笑话。然而，李道的动作却出人意料，他并没有弯腰去握住石弹，而是将一只脚放在中间的木棍下面。一旁的军官还没来得及阻止，李道一勾脚，石弹就被轻松挑了起来，悬在半空中。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石弹开始下落，但一只手突然伸出，稳稳地握住了木棍。木棍开始弯曲，仿佛随时都会断裂，但最终仍然坚持了下来。李道提起石弹，直接举过头顶，将重达500斤的石弹轻易扛在肩上，引得全场惊叹。李道在心中默数5声，然后松开手，石弹重重地打在擂台上，掀起巨大的声响，唤醒了所有人。随着欢呼声响起，人们纷纷议论着李道的壮举。在场的49人也意识到了他们与李道的差距，郑老之前的夸赞也变得更加切实。而李道也顺利通过了招兵。第2天，分配士兵的工作开始。此时，在云启城北的大营地，来自沈仲直系军团各大营地的代表已经聚集在此。他们个个面容阴沉，目光不善，因为接下来周围的人对他们来说都是敌人，是抢夺他们新兵的对手。不久后，一位身穿甲胄但带有书生气息的中年男子张次，在2名亲卫的护卫下，手持一本书册走进了营帐。各大营地的代表为了新兵的名额分配混战了一番，持续了半个时辰，最终结束。他们相互笑着，虽然受了些伤，但无大碍。突然，一个士兵冲进来，跟张次说了些话。张次愣了一下，点头同意。随后，齐胜走了进来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张次问他来意，得知是为沈将军物色亲兵。张次想起李道，一个有天生神力但不能修行的男子，但齐胜觉得他不适合。最终，他们选出了8名适合的人，齐胜答应过几天领人。正准备离开时，他突然停下来，提出一个建议，认为李道适合黄沙镇大营。张大人听完齐胜的话，眉头紧锁，对于黄沙镇大营的提及，让他心头涌起一丝不安。这个营地在整个云州15万大军中有着特殊的地位，也是他深知的。他并非因为战斗力低下而导致死亡率高，相反，这里的士兵实力强大，在整个云州上百营地中也能排在前10之列。然而，死亡率之所以高，却是因为这里的人员构成极为特殊。黄沙镇大营又名刺头营，以收容那些在其他营地犯错或不服管教被排挤出去的士兵而闻名。这些人大多是被视为不守军规、难以管束的刺头，而在这里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军事生态，8成的人员都可谓是刺头，甚至还有2成更为顽固的刺头中的刺头。整个营地内部充斥着矛盾和火药味，让人感到一种压抑而又紧张的气氛。张次沉吟片刻，然后沉声道：“齐将军所言不错，李道天生神力，确实适合在黄沙镇大营这样的地方。但是，黄沙镇大营的情况复杂，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适应的。”齐胜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一丝思索之色。是的，我也深知这一点。不过，我相信李道有着足够的能力和胆识，应该能够在那里立足。2天后的一个宁静午后，李道坐在家中宽敞的大厅里，手中翻阅着那本他已经倒背如流的浮屠兵法。尽管记忆中已无一字遗漏，但他仍旧觉得实物在手，感觉更为真切。正当他沉浸在书页间的智慧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九儿一边回应着，一边向门外走去。门外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，他手中拿着一封黄色的信件，递给九儿，说明来意是送来李道的入伍通知。李道在院中接过信件，心中微感诧异，因为他对这个所谓的黄沙镇大营毫无所闻。信件内容简明扼要，要求他3天内赶至大营报到，否则是同逃兵处理。而在信的背面竟有一行小字提到，若不适应军营生活，可在3天内至城北军营申请退伍。这让一向之军制严苛的李道颇为诧异，军中自古以来哪有这等人性化的待遇？李道外出与一个旧相识相遇，当铺的小二，在交换了简短的问候和银子后，李道跟随小二来到一个偏僻的巷子中。在一处破旧的屋子中，李道在这里见到了2只幼小的狼崽，一黑一白，以及2只带着黑白羽毛的幼小海东青。经过一番沟通，李道决定收养这4只小生命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动物不仅能成为他的伙伴，也是他实验保险效果的绝佳对象。交易完成后，李道带着2个笼子回家，心中对这次意外的收获感到满意。
回到家后，李道并未急于展示他的新朋友，而是先进行了一项冒险的实验。李道从桌上取出玄铁刀，动作让笼子里的4个小动物警觉起来。狼崽俯身，海东青展翅，4只眼睛紧盯着玄铁刀。看来你们挺兴奋的。李道摇摇头，然后用刀砍下自己的胳膊，鲜血飞溅。他将一个茶杯放在伤口下，滴下宝血。片刻后，伤口愈合了一半，差不多了吧？李道看着茶杯里的宝血，想到，当初元宝只吃了5滴就饱了，这4个小家伙还年幼，需求应该不会太多。当他靠近他们时，2只狼崽率先察觉到，眼中透露出渴望。纯黑狼崽激动了一下，但保持冷静，而纯白狼崽却要扑过来，最终被黑狼崽制止。你挺警觉的，李道对纯黑狼崽赞赏道。另一边，2只海东青也闻到了宝血的气息，眼神坚定地注视着茶杯。